这台呢是50宏光 mini EV， 它应该是2020年全中国最火的新车啦。不但是上市之后卖的火，而且这个车的定位说是要做人民的代步车哦，每个人都要有一台哦。所以50的野心是很大的，而且我相信每一个50宏光 mini EV 的车主都是非常有想法的。每个人心目中它的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一些人心目中有1.2哈姆雷特，所以不同人可能对它的理解、它的理想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哦。包括我们三个肯定审美啊、爱好啊，全部都不一样。如果每人给我们一部，我们肯定能搞出一些新的花样出来。最重要什么？这个车它又便宜，样子又的色，绝对是个干事情的好胚子啊！对，所以今年的大风车呢，我们3个一坐下来讨论选题的时候，一拍即合，我们就拿这个车来搞。我们搞的目标是要搞一台大家心目中最完美的宏光 mini EV。没错，导演发车，不是发车，买车去，自己买走。走。把3台车买回来之后，我们去了各种地方，试图寻找50宏光 mini EV 更多的潜能。而我来到了广州的城中村，哈哈，我今天呢是来到这个老百姓的真实使用场景啊，在这个城中村的村口来检验一下这部宏光 mini 到底它有多强大，有多灵活。但是经过我在这个村里面转了一圈，然后站在村口又观察了一下老百姓的生活之后呢，我发现这台车其实还不够灵活，它掉头还不够方便，它的功能性对于很多的老百姓日常生活来讲还不够好。本着我们大风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精神，我决定要对这台车做一番改造，它会更加适合老百姓生活。所以接下来我要把它送去做一番改造，走吧。而我觉得这台50宏光 mini EV 虽然它本身已经足够实用，但这完全不符合我们大风车的调调，我肯定要来一些不一样的啊。我的想法是这样的，要把这个宏光 mini EV 在形象上面改成和它现在是完全是冲突的大风车嘛，没有冲突哪里爽呢？我要大家看起来爽。我冥思苦想了几天，想到这个很棒的一个招。我家里面有一部最不环保的车，就是我的哈雷了哈，是又不环保了又落后了。最悲催的是，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它是限摩的，每次我要骑摩托车，我都要想尽办法把那个车拉到城市的郊区，才能开始我的骑行。我开始动他的主意了。如果把这部车变成我的哈利戴维森的伴侣，忠实伴侣，让他们合体结合起来，变成一部哈雷的拖头，我的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呢？我们现在开着这台50来到这里，是因为这台50有一颗超跑的心，它不甘于做一台 mini EV， 它要让这个 logo 不仅仅是50，要变成一个考尔维特，我们就让它变身。嗱，變成咁咪幾好？我的理想是改完之后，它要比现在这个样子酷炫很多倍。现在这个车已经有很高的回头率，我要这个车呢，它的回头率是回到那些要把脖子扭伤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改完之后它要很华丽，同时呢，它的实用性跟功能性要比现在更加实用，功能更强大，这个才是最难的。你改完车之后不实用，有吗？意啫。但是这个车改完之后更加实用，这件事情就要用脑子想。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对电影的话就是尬我拉过来。佢買拖完咁點啊？咁嘅樣加快，嘿！做一些裝修。3、2、经过1周的改装，我的50宏光 mini EV 已经升级到了2.0版本。但在给你们看这台车有多牛之前，我先给它找来了一个对手。就是这台2轮的小牛 EV。
这台小牛呢，就我每天开着它接送小孩上学放学的。它在这种小路啊、小乡村道啊，还有城市道路里都是非常灵活的，又不怕堵车，又不怕路窄啊，真的是超级好用。但是我发现这个小牛它也不是完美的哈，我最不满意的呢就是它的掉头的灵活性，因为它这个转向是有一个固定的角度的，就是在我掉头的时候呢，其实它没有想象中那么灵活。即便是一些看起来可以一把掉头的路段，你真的要一把掉过来，其实对驾驶技术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我觉得一般的家庭主妇根本应对不来。所以我也找到了小牛的弱点，下面我就要用宏光 mini EV 来挑战它。好，下面呢我就要开着我这台 mini EV 2.0 来挑战刚才小牛出丑的地方，就是这个窄路一把掉头，小牛都没办法一把掉过来的哈，很难呢。但是我这台车很轻松的，你看看我怎么做到的。来，开始我的表演。发生什么事？我们下车看一下。好，现在呢才是我正式掉头流程的开始，来吧。OK， 掉头完成。这个过程就是这么的简单。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掉头还不够优雅，或者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耗费体力的话，下面我要演示这台宏光 mini EV 的顶级功能。这个装筒阵的宽度跟刚才的小路是一模一样的。我的宏光 mini EV 2.0 要在这里完成一个一把的动态掉头。下面的场景，我相信你绝对没有见过。好，下面就开始我的表演了，来吧，走。掉头完成。我知道这个功能实在是太越级了，但没关系，车的性能嘛，就像存款，你可以不用，但你必须要有。下面我要演示的 mini EV 这个功能呢，无论你住在农村还是城市，你可能天天都用得上。没错，就是极限泊车。大家在城市里面开车最怕的当然就是侧方位泊车，尤其是女性车主啊，基本上10个有9个都不会停的。mini EV 虽然已经够小巧了，但是你要平移进一些很窄的车位还是很有难度，还是很需要技术的。但是有了我们的 mini EV 2.0 呢，你就不需要任何技术了。有了这样的神乎其技，你不但可以在城市里面纵横停车场，你甚至可以在各种不能停车的地方肆无忌惮地把你的 mini EV 2.0 轻松地丢进去。YYP 这台车太萌太娘了，我决定给大家看一点有阳刚之气的，我的赛道版。哇，终于改好了，好帅啊！这个呢就是我的50宏光 mini EV 的赛道版了。首先呢，它加装了一套非常夸张的大宽体，换了一套大的芭蕉轮圈跟一个小小的短弹簧，致敬80年代的赛车啊。保时捷的 Moby Dick 在这一刻灵魂附体。这边有一个进气塞，虽然它是假的，但是帮我增加了10匹的纯上马力。然后这边有4片小小的风刀，跟一条下面的头铲，让这个车头呢又低调又张扬。车后面呢装了一只2米宽的大尾翼，在法拉利 Spoleto 的风洞里面做过测试，
在300公里的极速下面可以产生7.9公斤的下压力。多少公里啊？300啊，多重啊？10几公斤啊，这个尾翼。啊，不要管这个细节，我们再往下面看，可以看到它有一对双出的排气。很多人会觉得电动车装排气，这不是白费力气吗？错，其实它是一个独门暗器。因为当你旁边有一个对手准备要挑战你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在思考同一个问题。当他还在犹豫、怀疑人生的时候，只一脚电门跺下去，就能够赢得每一次起跑的胜利。这就是我的50宏光 mini EV， 要赢他们 ，so easy。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说这个车改完就是个花架子、假把式，尤其袁老师肯定会说：“阿卓，你这个改装完全是错误的，一点实际的效果都没有。”那所以呢，我现在就在一个卡丁车场下面来检验一下我这台车改完之后是怎么样的了。T1啊，进弯，车速来到63了，哇，要反打方向的，非常有趣的一个动作。循迹刹车带着进弯，切一点点弯心，内侧车轮有一点点滑起来了。哇，内侧车轮滑不怕，顶着油门走，重心又低，然后这个轮距又宽，开起来呢，整个车给人的信心非常足的。跑小赛道呢，很有驾驶乐趣。所以一台车的价钱呢，跟它的驾驶乐趣呢，并不一定是正相关的关系。你看这个几万块钱的小车，经过一些小小的改装之后，它就不仅仅是一台代步车了，而且是一台让人开着就会在心里面笑出来的一台年轻人的第一台驾驶机器吧。这次的改装不光让50宏光 mini EV 耍了一把帅，还解锁了跑赛道的新技能。mini EV 虽然动力不强，可是短轴距再加上恰到好处的改装，开起来太如鱼得水了。果然每一台50宏光内心都有一颗秋名山神车的心啊！改赛车算什么？来看一下我袁启聪特别定制的没有车顶的50宏光 mini EV。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欢骑摩托车，并不是说我多么热爱追求速度的感觉，我已经过了那个追风少年的阶段。现在呢，我是喜欢大自然，喜欢青山绿水，我就喜欢这种没有距离、零接触的和大自然亲密的发生关系。哪怕只是0.01，我都接受不了。我就要这种赤赤裸裸的纯粹的爱，摩托车就可以给到我这种感觉。所以我改这部车完全是冲着这种设计理念去的。首先，在城市里面开摩托车可能有各种限制，我需要把它拖着去来郊区，来到郊区的时候，我才可以尽情享受我的畅快。它要必须满足我这个功能，而同时这个移动的这个过程呢，我也不愿意待在任何密闭的空间，所以这个车我把它变成这个样子，简直就是太完美了。把车顶割掉，让风从前面吹过来，抚摸我的脸颊，抚摸我的头发，让我的发型此刻被大自然的发型师的塑造之下变得异常的 handsome and smart， 这个才是我的设计理念。把车顶割掉以后呢，我又担心安全的问题，毕竟安全是最重要的，就跟我们的骑行一样。所以基于我55年的这种赛车技术的经验，我需要一个防滚架，对吧？有了这个防滚架以后，我可以安心开车上路了。好了，另外一方面呢，安全带还不够，我需要一个4.4的安全带，把我牢牢地绑在这个座位里面。既然我是那么安全的，我又发现了，这个时候我的手是够不着我的杯架，也够不着我的后视镜的。你看，就是差那么一点，差那么一点。所以我每次喝水，我都要停下车来钻出来才能喝水。但是我的后视镜又调不到了，我只能把车门拆掉了。把车门拆掉以后呢，用我的脚就可以时刻去调整我的后视镜了。这个是个很棒的一个过程，也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哈。另外，为了让所有的设计都变得很实用的话呢，我在后面加了2个射灯。晚上开车的时候，或者说晚上要卸车、要作业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打开后面的灯，以及前面的雾灯，照亮我整个工作区，以及照亮这条路，都是一个非常实用也是有用的一个设计哈。
哇，这条路真是山清水秀，太漂亮了！呀呼！刮头嘅屌，这怎么搞？虽然我的车小，但是连上这个拖架，加起来我也超过10米了，而且是个拖挂车，怎么办呢？那也没办法啊，试一下吧。惨了，这样我要记一下口诀。这种车是打左，它是向右的；打右，它是向左的，反正就是反的。我知道了，先试一下。好，好，我现在要这个尾这样过去，那我就要打右，对，这就对了，没错。好，我现在有一点点懵，不对，打右。啊，我觉得我明天都出不去啊！喐人啦呢鑊。哎呀，我太难了，怎么办啊？我只能前面要多一点。谁呀？我来为后面争取更多的空间。哎，大力出奇蹟，好，我觉得我可以啊。谁呀？不管了。SUV 呢？搞定！呀呼！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但我总觉得还是少了点东西啊，少了一个老男人原始的冲动，就是机械的冲动，机械的声音，这个才是生命。我有办法，莫慌莫慌，冇使急啊！我不有哈雷吗？这个时候要它发挥作用了，把它打着啊！这个声音才对味。通过引轴传动，发动机的震动就可以传到前面来了。这个就是老男人的情怀呀！发动机声音从后面响起，只有最厉害的汽车才有这样的感觉哦。不过包括电动车也是厉害的。我为我自己的创意而感到骄傲，一个老男人的情怀就是那么简单。哇，下雨！不怕的，面对任何的情况，我们总有各种的应对方案。没有雨刮，我有雨伞；再不是我，哪怕雨伞也没有，不怕的。面对大自然，哪怕大风大浪，就像骑摩托车一样，爬条天来啊！让大风雨来得再猛烈一些吧！我发现我这个车的一个缺喜缺憾呐，就是下雨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防御功能，雨刮开不了，开条铁咩，玻璃都没有，所以我只能靠我的人体防水功能来确保一切都是好的。其实没问题啊，我就是目的要骑摩托车，骑摩托车的时候，那没有空调，下雨也没问题，就去就好了。我已经被淋得有点语无伦次啊，都不知道说什么。
把车顶割掉，让风从前面吹过来，抚摸我的脸颊，抚摸我的头发，让我的发型时刻被大自然的发型师的塑造之下，变得异常的handsome and smart。我立此為據，我唔會放過你，陳樂。好，我这部车我非常满意了，除了下雨的时候会淋成狗，其他的一切设计、一切的享受都是我的意料之中。不过我想看一下其他我2个小搭档哈，他们的车又玩出什么花样？约在这里，大家 PK 一下。哦，他来了！哇哇哇！你这家伙玩赛道玩上瘾了是不是？这个是赛道版哦。哇，你这个车也不差哦。买了股。我这个车是这样的，本来呢是改来玩赛道，然后我看了你们的车的谍照，我知道你这个家伙肯定搞事情了，所以我就连夜贴了一套赛车的拉花，让它更像一台赛车了。好吧，我这个也是符合你的那个想象的。不知道 YP 那个怎么样呢？哎，我觉得我们都已经把车搞成这个样子了，已经没什么空间可以给它发挥了吧？我了解他那些低级趣味，看一下都怎么玩的。说曹操到了，来了！什么鬼呀？什么鬼呀？佢點解你夾過？哇，低级趣味啊啦！什么鬼啊？手推车啊！给你看看什么叫做高级趣味，看看我的表演，1、2、3。阿左，你记得你第1集大风车的时候坐的那个手推车吗？啊，那个东西做的太粗糙了，简直不可忍。所以我这1集做的这个呢，是可以这样的。哇，像坦克一样。我懂你的意思了，这样就掉头停车就特别方便，是吧？侧方位停车太牛了！这个车的用户群体呢是清清楚楚的，你看这个粉色的外观哈，粉色的座椅肯定就是潮妈车，是吧？这个小孩坐边上肯定我们要一个正规的儿童座椅嘛。然后最关键的是呢，潮妈妈经常要开这个车出席一些重要场合，所以来帮我打开一下那个，麻烦。打开，然后这样。哎，对了，啊，你看，哇，这个是什么？哦，就可以在这里化妆补妆。不过那个他是女车主啊，看后面不方便，这个是巨型后视镜啊，他是要这样去用，那后面太小不够用，是这个故事吗？你想到了其中一个，就熊孩子开门的时候可以看看后面有没有车，但是最关键这是个全身镜，关起门的时候，我可以坐在这个驾驶位上，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全身搭配的好不好看。看看我这个后面，房车啊，这是房车吗？不是房车，我这个车的典型使用场景就是每天接小孩放学，就在这里做功课。你看，而且你看，做作业嘛，肯定是要有灯的嘛，所以我这里有台灯啊，还是护眼款啊，台灯还不算啊，我这里还有个气氛灯啊，抬头看一下。什么鬼啊？这是连在路上的给小朋友放风的机会都不会有，连回家都要坐在这里做作业。然后如果他真的不乖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工具的。什么工具？该我说。哇，为什么从那？喂，你这个小朋友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能够从那里掏出一个？来，乖哈。在这做功课，我们去看看2个叔叔他们的车来。一般的小朋友到了家里的车，他会很喜欢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车会让他有童年阴影哦。绝对了，我都说他作文题目叫我的2逼爸爸。这个车绝对开去接小孩是全校最拉风的。要拉风的肯定是要看我这个标准的拉风男孩，标准的拉风男孩，而且我这个拉风是从头到尾都要拉的，知道没有？为什么我把这个棚拆掉？因为我不仅要偷摩托车。开摩托车我就要大自然黑秀的那种感觉嘛。但是问题是你本身这个车的使用价值就是一台摩托车的价钱，但是能够遮风挡雨，你又把那遮风挡雨的在顶。哎，所以你就说错了。什么鬼？在大城市里面，摩托车的生存空间是不好的。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天天骑摩托车上班。但是不行啊，限行啊。我要把这个摩托车从限行的区域拉到不限行的区域，所以这个时候我就需要一个 motorcycle shuttle 啊。你知道我说什么吗 ？motorcycle shuttle 啊，哎，就是这个车，就是充当这种角色了。但是在这种运送的过程之中呢，我就不甘心被这种车照把我的这种对大自然的渴望束缚你的自由的心，不好，所以我要把这个切掉，要这种感觉。
我还是不能理解你们这个脑洞的想法。我看一下你们这个不是脑洞，真的就是脑子有洞。你看我这个车就是中国式的运动车，外形看起来很运动，又改了这个风刀啊、头铲啊、宽体啊，车身姿态又矮又加尾翼，但是它的实用性还是有的。你这个是电动车是不是啊？对啊，你搞那么多，什么鬼？还有排气管？这是灵魂呐、还有个大鼻孔在前面啊。YIP， 你说你那个在后面可以做功课是吧？你看我这个，它不是尾翼来的，是个桌子来的。做功课在里面做太憋屈了。你看，如果我在外面做，对吧？都根本不用台灯。哇，这里很坚固哦，很坚固的。喂，不要啊！你一压我的腿就没了，顶你的肺啊！可能不能坐2个人？能不能坐2个喂人？，不行啊！下来，顶你的肺！等一下，好像有点问题。你这套拉花好像都有点跑偏哦。没有跑偏了，233。Yoko 妈妈 Yoko 妈妈 Brembo BBB Pirelli 这个什么 HKX Volvo 啊 Good Day 嘛 Good day Good Day 对啊。我给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用心的拉花。本来呢，我确实是调研过这个车的用户呢，他们是希望有这个流量明星的这个元素在这个车上，但是呢，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经纪团队也跟他们也很熟哈，但是大家最近都很忙，就联系不上，所以就临时在开拍节目的时候呢，就没有获得他们的这个肖像权的授权哈。那所以我就借用了一下，现在这个依然是流量明星来的，还是可以的，来看一下哈，来。啊！这谁啊？哇，这么帅的！我的哇！这正宗嚟噶，真的。这边会是谁呢？我觉得你有点危险。一个小朋友的心理防线是怎么被他的2逼父亲给击崩溃的？那我这种是真正的用了心的，你们应该都能感觉到。我觉得现在此时此刻你们的心里面应该是很慌的，很崩溃，应该是觉得很你惭愧。不能把低级趣味就当成创意嘛，这个不对的。那我们再怎么在这里怎么讲都没用，我们说了不算，因为我们还会有一个投票的环节，是吧？这个车谁的比较好看，我们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我就放到给群众去评，是不是？对，我就不信这个车能赢，我就拉到广州的 CBD， 让大家去评。对，这样好不好？你也不要谁也不服气了。对，让大家来投票，看一下谁获得这次的冠军。走。欢迎来到我们大家车言论大风车之最完美的50宏光 mini EV 的这个发布会现场。因为50宏光 mini EV 是人民之车，所以我们决定用最民主的方式，让现场的所有大风车的粉丝跟路人的观众一起去投票，让他们来票选出他们认为的最好看、最完美的50宏光 mini EV。所以我们要发挥出我们的毕生的功力，用我们的3寸不烂之舌现场拉票。家長們啊，小孩也有票的哈，發揮你們小孩手裏的票數啊！我點解要鋸咗個頂？我咪贏咯。係啊，如果唔係點贏佢哋啊？隻拎就300蚊一隻，噴漆係400蚊一嘴，噴漆仲貴過套拎。這個晚上是很溫馨的，你看這個空間多大，一點問題都沒有。裝咗拎之後咧，再根據隻拎嚟做寬體嘅，所以到寬體同隻拎就咁啲。你嘅車快咗幾多？咁過完。你唔好理，你部車續航幾多啊？而家我這個車提升了它的轉彎半徑，你們兩個車都是把性能下降了。73蚊，真係3蚊。好了，投票的結果已經在我們手上了。YP 先公布，我先公布，05啊，50啊，對啊，有我的名字的哈，我這個是58票，得票是58票。掌聲在哪裡？袁老師。謝謝大家，謝謝大家，挺好的，挺好的。到這裡，我們的完美國民神車大挑戰就告一段落了。你更喜歡哪個作品呢？結果並不重要，我們更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們做這件事情的初心，去挖掘一款車的趣味性和可能性。有些東西可能我以前都幻想過，但真要感謝大風車，讓我有機會把它實現出來。面對我這個能看、能開還能玩的作品，我還是挺自豪的。所以50宏光 mini EV 的確是可以融入到不同的生活當中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成為我們生活裡面的一份子。像 YYP 的望子成龍，袁老師的風流快活，我的霸氣側漏，都不過是這台車無限可能中的冰山一角而已。
我们经常说好车没有标准答案，对汽车文化的理解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非常支持你对自己的爱车各种折腾。大风车用美菱宏光 mini EV 开了个好头，接下来看你的喽。刚刚3台车，你把票投给了谁？投给了曾宇卓老师。哦，为什么呢？斯巴鲁的一个造型很吸引我，还是袁老师这一台，我都能欣赏他们的创意啊，有点，但是还是最意外的还是袁老师。对，喜欢那台粉红的，因为很贱，就那2个主持人贴的那个照片在上面，贱萌的。其实我心里面最喜欢的是节操左右的车，性能及正义。当然就是袁老师的啦，拖车加拖车，被拖了还是拖车加拖车再加拖车。那个粉红色的那一台吧，因为它升起来就是那个气动装置一打开的时候，它裤子衣上好像放屁。因为它粉粉的，挺可爱的。因为它多了2条腿，我喜欢多腿的生物。哦，你喜欢多腿？就好像我的好眼光。那袁老师那个为什么没有票？没有那么多票啊！太晒了，袁老师那台太晒了，在广州很热的。投给了敞篷的。敞篷的哦，就袁老師的。對啊，為什麼呢？因為夠拉風。每日10點鐘落班，然後中午飯食3個鐘嘅人先諗得出嘅。3台車你最喜歡哪一台？對，袁老師那台啊。沒事了，為什麼？